阿丑去了大稻埕，找到工作，然后回家。这样的故事你记得住吗？我猜应该是记不住的，不是因为这个故事不够好，而是因为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的改变。没有改变的故事，那就只是一个行程表而已。上一集我们说到故事的公式：角色、渴望、阻碍、选择跟改变，这5个元素呢，形成了一整条的因果链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，这5个元素啊，前4个基本上你都能做到，也都知道，但是漏掉最后一个呢，等于前面4个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个元素就是改变。那为什么改变会最难呢？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有画面、有角色、有起伏，但为什么看完之后还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呢？今天我想把这个拆开给你看。我想先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做了一支影片啊，角色有了，渴望有了，阻碍也放进去了，剪完之后回放却觉得好像哪里空空的，说不清楚是哪里不对，但是就觉得好像空了一块。我之前就是这样，每次做完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哪里有一个地方好像少了某些东西，但是就是说不出来。那后来呢，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呢，才知道问题不是哪个元素没有做好，而是这些元素并不是平均分配的，它是有主次关系的。让我们来看看哦。角色呢是观众跟着走的那个人物，渴望则是让观众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，阻碍呢则是制造张力，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选择呢则是让角色成为人，而不再仅仅只是平面的影像而已。最后一个改变。改变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改变能让观众带着走，其他4个呢都只是过程，但是改变呢就是能让观众在看完之后呢去反思的一个东西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阿丑是去了大稻埕，然后找到工作，最后回家，你唯一会记得的事情就是他去了大稻埕，就这样而已。但是去了哪里，就只是交代了他的行程而已，并没有任何故事的成分。而之所以故事是故事，是在于那个人物、那个角色，他最后成为了什么样的人，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改变了什么，这才是故事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我当然知道改变很重要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改变放进去，这就是问题的地方。改变并不是放进去的，而是要长出来的。你知道在盖一栋大楼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东西其实是你看不出来的，那就是承重墙。你不一定能看得到它，你也不一定能摸得到它。在装修的时候啊，你甚至有可能会想要把它拆掉，但是呢，它是让整栋大楼站得住的其中一样东西。改变呢，就是故事里面的承重墙。第一层你放进去的改变啊，只是台词而已。很多人都以为让角色说出了自己的改变就是完成了这件事情，通常他们都会说我终于完成了什么什么事情，这次的经历让我成长了什么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有些影片里面看过这样的台词，但那并不是改变，只是台词而已。改变呢是必须发生在行动里面，而不是说出来，是要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做了什么，而不是用听的，这样他们才会相信他是真的变了。第2层，改变是有一个来源的。问题就是改变并不是写到最后才加进去的东西，它呢必须从阻碍跟选择之中长出来。现在让我们想想看，阿丑在大稻埕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？被人看不起，因为她是女生，因为她不识字，因为她是外来者。那她做了怎样的选择呢？她做的选择是她不再被外在那些人或者是环境影响，而放弃了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。她是鼓起了勇气去做了这样的选择，继续去茶行工作，不光是为了家里的生计，也是为了她自己。她的改变就是从被别人定义到变成自己定义自己。这个改变呢，是从阻碍之中长出来的，并不是我说它要怎么变就怎么变。所以改变呢，并不是直接放进去，而是从选择跟阻碍中延伸出来的一个产物。第3层，如果你回答不出来的话，可以回头去看一下你的故事的阻碍是什么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做一次 AI 故事影片的话，可以先问问自己，这个角色到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那回答不出来呢，也没有关系，就再去看看你故事内容中的阻碍跟选择，因为改变一定藏在这里面。现在我们知道改变是不能放进去的，只能长出来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故事中的角色他就是没有变呢，那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不行呢？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。现在让我们来回想一下，有些很好看的故事啊，其实角色也都没有改变。就拿印第安纳琼斯来举例，他在《法柜骑兵》这部电影里面啊，从头到尾呢，并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他的性格没变，世界观没有变，行为上面也没有改变，他依然是那个叼着鞭子啊，非常帅气的探险家、考古学家。但是我们都记得他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改变还是发生了，只是这个改变并不是发生在他身上，而是发生在他周围的世界、周围的环境、周围的人，同时也发生在观众身上。就算主角没有变，改变还是必须发生，只是这个改变呢位移到别的地方而已。这个呢，在故事理论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平弧。用白话一点方式来讲，就是主要角色并没有变，但是呢，那个角色的信念呢，影响了他周边的其他人，改变了其他人。让我们来想一下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改变呢，并不是没有发生，而是到别的地方，移到别的地方去发生的改变。那我们现在反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频道，我们自己的影片，这件事情呢，跟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做的每一支影片啊，如果你的角色没有任何的改变，那观众也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东西。观众如果看完这支影片啊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呢？那如果没有，就只是行程表而已，不管画面再怎么漂亮都一样。我自己就是那个例子。我是非科班出身的 AI 影片创作者，这个呢就是角色。我渴望做出让人记住的影片，不只是画面漂亮，而是大家看完之后呢，会记住这个东西，记住这个故事。然后阻碍出现了，现在的 AI 工具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多。我之前呢生了一堆东西，每个东西呢看起来都不错，但是排列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像不太像同一个频道的风格，而且啊还有一点不连贯。那时候我以为是构图的问题，所以我就去学了构图。结果构图好了，还是觉得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时候呢，我才意识到问题并不仅仅是构图而已，问题是我没有先想清楚这个画面为什么要存在，它在这个影片里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这个阻碍啊，逼着我去做了一个选择，不再去追求工具，不再只是追求画面的好不好看，而是先向下挖，先找地基在哪里，地基该怎么盖，从故事是什么开始，而不是从这张画面好不好看开始。这个选择呢，让我开始问不一样的问题。上一集给了3个起手式问题，第一是谁，第二是想要什么，第三则是为什么对观众重要。今天呢，则是加上第4个，这个角色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在你开始生成之前呢，先问自己这个问题。如果答得出来呢，那就继续走下去；如果答不出来啊，先缓一缓，先别急着往前走，回头去看看这个故事的阻碍，这个故事的选择。因为改变呢，就藏在他们之间。如果你硬塞那个改变进去啊，观众一定能感受得到。就像你站在一栋没有承重墙的大楼里面，你一定会觉得心很慌，感觉怪怪的。让我们回到阿丑身上，不是那个去大稻埕然后找到工作回家的阿丑，是那个在异乡茶叶堆里面用双手学会了检查这件事情的阿丑。他已经不需要由别人来定义他的价值了。这个改变呢，才是我们记住他的理由，不是大稻埕，不是那杯茶，而是他变成了不同的人。今天的核心就一句话：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故事正在进行，回头去问问第4个问题，这个故事中谁变得怎么样？答得出来，你就知道接下来继续该怎么做。那如果回答不出来，也没有什么，起码现在你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那你现在写的那个故事呢？角色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？留言告诉我吧，我想知道你的故事是什么。下一集呢，我们来讲讲阻碍，不是随便硬塞一个困难进去给角色，而是让观众坐在那里舍不得离开的那种张力。那欢迎订阅频道，继续关注故事力系列的后续内容。我是颖颖，是非科班出身自学 AI 的创作者。我会用分镜的思维呢进行 AI 的创作，把踩过的坑、学习到的知识呢摊开来给你看。起码我们要为自己而活，不是吗？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